做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案分享。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高高和星动近期发模的 HG GTO 扎古黑色300配色。高高目前的价格是在17.8块，星动在22块钱，二者还是有些小差价。毕竟是翻模的 HG， 加上这两个厂子也多少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做的东西对比其他厂子也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个人的预期还是比较低的。最后的素质表现也确实比较一般，二者也算是半斤八两。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以及对比。星动和高高的盒子也算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星动的峰会要糊一些，高高这个峰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晰。侧面的各种图片，星动对比高高看上去会更正规一些，并且星动的盒子要比高高厚，里面的板件排布星动分包的会比较多，高高是直接塞了2包就塞进去了。说明书的区别也会比较明显，星动的要大一些。补色贴纸，星动的裁切精度要比高高好很多，高高的边缘是有点截得拐弯的，并且高高的贴纸比较硬还厚，粘性也比较差，贴平面还行，不过星动这个裁切是容易错位。另外就是标志胶贴，星动的要埋汰一些。板件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透明件，星动的通透度要比高高的好上很多。白色板件，二者的质感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都很油。星动和高高还会有一些侧砂，在细节表现上其实都会比较清晰，但是高高的刻线要比较粗还深，星动的刻线会细，但是会更薄，并且星动很多地方都有细节阉割，看来这是给日后修模留空间呢啊。藏蓝色的板件色差区别就比较大了，高高的颜色会更深一些，星动的是偏蓝色。而且话要说回来，黑色3菱形为啥都不做成黑色呀？除了色差区别，剩下的就没什么区别了，细节也会比较肉。飞边塑胶这样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肯定是会有的，这个部分也是高高的相对来说会清晰一些。紫色板件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星动胸部有个刻线是做崩了，这个又是为后续修模做准备吧。剩下的黑色板件也是星动阉割了很多细节，这个就很难受了。顺带一提，高高的部分板件还有隐藏税后，星动大部分是没有的。本期视频以奥尔迪加基为例进行评测，为了做出一些对比，好让各位分辨，身上啥也没有的是星动，盾牌上有武装并且是没有贴纸的是高高的。这里顺带一提，盖亚和马修基是完全一样的，不过高高的文字是写错了，无非就是武装样式和编号会有所不同。在模型上，以高高为例，奥尔迪加基的武装只有热能斧、大热能斧和扎古机枪。盖亚和马修基除了没有大热能斧之外，剩下的武器是提供了机枪、热能斧、狙击枪、火箭筒，还有弹夹，以及更换样式和颜色的肩甲。横向对比的话，盖亚和马修基的武装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首先来对比一下武器，毕竟比较简单，而且还很少。开盒里我们就已经提到了，星动的透明件做的要比高高通透一些，加上这种劈砍的状态，高高的刻线会比较明显，看着就不太对劲。星动这个要好上一些。特效件是左右盒的设计，这两个安装都比较紧，建议扣孔再进行安装。高高这个透明件还好，材质偏软，星动的材质会比较硬，比较脆。剩下的斧子对比几乎是一样的状态，这个就不去细说了。和特效件组合设计也会比较简单，直接夹在里边就可以了。奥尔迪加基还给了一个剪印支架，底座可以分叉调整，指甲杆也是设计成了拆除替换角度支撑，效果还可以，并且零件内部也有提供辅助支架零件。但是高高的这个支架连接件几乎是没有固定效果，夹不住。星动这个固定效果要比高高稍微好上一些，但是特定角度下也不是太能夹住。剩下的机枪和热能斧对比一下，二者的表现其实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星动缺少了部分细节刻画，高高的刻线要比星动粗一些，还肉一些，星动的刻线要更细一点。机枪弹夹也可以挂载在屁股后面，不过侧云甲的孔位就不能挂载了。电热斧是一大一小，上方的卡榫用来挂载在侧云甲上，二者固定的都还可以，但是这个稍微大一点的热能斧，高高是多做了一个铸金卡榫，星动这个部分是和万代一样的。武器简单看了一下，剩下的就是主体部分的对比。其实这两款主体往这一放，除了配色有点区别之外，加上身上的细节刻线高高的粗一些，基本上就没有区别了。如果仅仅是冲着外观去买的，那么我个人认为买哪一个其实都行。在可动方面，这个区别就比较大了。首先来看一下高高的，我们来简单把玩一下。高高扎古整体的把玩体验是比较差的，主要是关节真的好松，尤其是胸部引出关节、腰部关节、胯部侧踢这3个位置把玩起来真的很难受。
高机动扎骨，小腿零件也会比较多，重量也会更沉一些。高高这个侧踢摆动作会自动下落，肩胛盾牌的安装也会比较松，把玩容易松脱，并且高高的上臂零件活动也容易脱落。除此之外，膝盖和手臂活动还比较紧，肩膀平台的关节还容易卡在这里，这样一松一紧的状态，把玩效果真的会很差。然后再来看一下星动这边的把玩体验。其实对比之下也比较明显，星动的关节紧实度要比高高好上一些，整体的关节紧实度是保持了一致，没有太松或者太紧的情况出现，这样呢把玩起来会更加的顺畅。加上关节对于武器的握持稳定性也是要比高高好上一些的。不过手腕的稳定性二者都不太够，最多就是肩膀关节的稳定性，星动会更好一些。在主体的细节表现上，星动的胸部刻线做崩了，和这个部分的零件还会有一些问题，加上很多地方都是阉割了细节，这一点做的不如高高好。头部之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星动这个是做崩了，我是对比了一下，感觉都差不太多，但是星动这个嘴巴前端好像是多了一块。由于奥尔迪加机在眼睛部分还提供了一个胶贴，这样的状态对比我也是有做，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就感觉这个眼睛会有些呆呆的。侧肩胛脱落的问题，二者其实是都一样的，这个我认为是零件本身设计限制就比较大了。小臂的左右和缝隙两款都有，剩下的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值得去对比的东西。然后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两款模型的修件建议，其实还是那句话，因为很多零件确实不需要修件，用点力气其实也能按进去，没有问题。我的修件建议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参考，即便是做这种翻模搭变，也想给购买的玩家提升一定的拼装体验。先来高高的，胸部两侧前后合，背包左右合都是需要进行扩孔。头部 A4 是需要进行扩孔，顺带一提，高高的对讲机头盔天线是需要胶水进行加固，后肩胛需要扩孔，并且侧面甲的 PC 件安装是很紧的，肩部左右合偏紧，并且这个部分的编号还是第一，本款模型是并没有 L 型板件。小臂左右合的柱形卡榫也是非常紧的，需要注意。小臂后方零件偏松，需要加固。盾牌肩胛在这个部分的卡榫安装也会很紧，后脚跟需要进行扩孔。膝盖左右合、脚腕 PC 件、小腿前后合装甲都是需要进行扩孔。小腿推进器喷口安装也会比较紧，卡榫比较细，是需要注意的。然后来看星动，背包左右合是需要进行扩孔，胸部先安装动力管，再安装两侧的尾翼，这里的编号顺序是有问题。星动的对讲机样式头盔前端的天线需要进行扩孔，手肘关节左右合以及肩部关节左右合的零件组装这个部分是会非常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扩一些孔。手臂两侧零件需要胶水进行加固，藏尾手的组合是需要消除中间的大型卡榫，手背甲也是需要这么处理，这个部分会非常紧。大腿部分的外甲前后合是需要进行扩孔，小腿装甲前后合也是需要进行扩孔，小腿推进器喷口拼紧需要注意。那么以上就是这两款模型的详细对比评测。先来说一下二者的共同点，板件质量是一样的拉，细节刻线有区别，但是效果其实都差不太多。不同点在于高高的组合度对比星动要差上一些，关节紧实度也是星动比较好，但是星动阉割了很多的细节。再一个就是零件颜色的区别，按照目前市场价格，一套高高3连星和一套星动3连星价格差了大概10几块钱。如果你只买一个尝鲜，能接受一盒贵大概5块钱左右，并且能接受有细节阉割，那么我推荐你买星动，把玩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你买全套，那么我建议你买高高，因为和星动一套的差价还可以再买3连星支架，或者是买一瓶3盒的哑光油，也就是消光，给高高扎骨喷一下，又能提升整体的观感，还能提升关节紧实度。我感觉我这个账算的应该还是比较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